花海航行，用心讲述每一个故事。星云奖短篇小说《狄拉克海上的涟漪》，原著杰弗里·兰迪斯。题记：20世纪初是个充满天才的时代，他们的成就是无人能匹敌的。爱因斯坦发现了相对论，海森堡和薛定谔提出了量子力学，但却没人能把这两种理论结合在一起。直到1930年，28岁的保罗·狄拉克提出了解决方案，但是几十年以来，这些方案已经被人遗忘。我也有过才华横溢、野心勃勃的年华，他们都是建立在当年保罗·狄拉克的研究之上。在我28岁时，我已经创造出世界上最伟大的发明——时间穿梭机。尽管这在人们眼中看来是那么科幻和缥缈，但是我用坚实的物理基础和实践的成功证明了，时间机器可以将我送到任何一个过去的时间点。在我成功的这一刻，我认为是时候公开这个发明了。于是我开始着手我的演讲稿。1930年，28岁的保罗·狄拉克解决了相对论与量子力学互不相干的问题。根据狄拉克的理论，一个粒子要么有正能量，要么有负能量。但为什么普通的正能量物质没有掉进负能态中？科学界给出的解释是，这不可能发生。但狄拉克这位天才物理学家却有了答案。他假设，如果全部可能存在的负能态都已被占据，那么任何一个粒子都不可能进入负能态。于是狄拉克假定整个宇宙完全充满了负能量粒子，它们围绕着我们，穿过我们的身体。整个宇宙是一片无限稠密的负能量粒子的海洋——狄拉克海。而且狄拉克海在时间上是回溯着波动的。尽管他的理论为我的机器提供了保障，但是狄拉克海的概念却在几十年后被人遗忘了。而就在我专注研究我的论文期间，殊不知一场灾难正在黑暗中等着我。但是我依然专心地在论文中写道，随着狄拉克的深入研究，他提出了新问题，即在正能量的宇宙里的我们是否能够与负能量的海洋结合。如果你给一个电子足够能量，让它脱离负能量海，这会发生什么？第一，你会制造出一个哪儿都不存在的电子。第二，你将在海里留下一个洞。这个洞，狄拉克认为会表现出像粒子一样的属性，但有一点不同，它具有完全相反的电荷。如果这个洞遇到一个电子，这个电子将掉回到狄拉克海里。于是人们给这个狄拉克海里的洞一个名称——正电子，即正粒子可以通过这样的方式掉落到狄拉克海回溯的时间之流里。那么是否普通的大型正物质也可以呢？早在1932年，安德森发现了正电子，证明了狄拉克理论的正确性。而这一切最终在几十年以后成就了我和我的穿梭机。我看着我的论文草稿，思考着半小时后我将要宣读的内容将使我可以和牛顿、伽利略甚至狄拉克齐名。我正好也是28岁，和当年一战成名的狄拉克同龄，我将会成为一根引燃整个世界的火柴。我有些紧张，开始在旅馆房间里练习演讲。然而就在我完成这份颠覆世界的论文之后，旅馆着了火。我来到门前，眼前突现一片火海，我还身处在13楼，没有任何逃生的机会。随即我想到了我的机器，于是匆忙拿出时间机器，然后输入时间，从21世纪的今天来到了1965年。狄拉克海时间的涟漪从我的身上退去，刚刚死亡的气息也在此消散。我逃跑了。这里是1965年旧金山，和煦的微风轻拂过草地，松软洁白的云彩在天际点缀。然而并没有几个人停下来欣赏它们。在我旁边的唐瑟说道，人们被时间的假象蒙蔽了，我和你，我们知道这是个多么虚伪的幻象，没有过去，没有未来，只有现在，永恒的现在。唐瑟
是一名有头脑、真正可以和我沟通的人。在这个世界上，能找到一个理解你的人，是多么让人慰藉。搪塞总是对的。曾经我也是那么疲于奔命和自以为是，直到在1965年遇到了他。他让我这名时间旅行者无数次奔波的心灵在这里平静了下来。我在这里生活了4年，也躲避了那场火灾4年。我本可以在这个时代一直生活下去，但4年后的1969年，搪塞死了。我当时无能为力，即便是现在也是如此。医生对他的脑部的早期肿瘤进行了切除，但在黎明破晓前，他还是死了。我所有的努力都无济于事，这样的无济于事已经有过了几十次。每一次在他死后，我会重启设备，让时间涟漪聚集，回到那场火灾面前的出发地，然后启动设备，再次回到1965年的旧金山。我接下来的生命就像一根震动的琴弦，循环往复在这短暂的4年里，而那场大火始终都在等待着我。无数次的反复之后，我总结出时间旅行必须受2个条件的约束：能量守恒定律和因果关系。在过去出现需要的能量只能借自狄拉克海，另外因为狄拉克海的波纹以逆时向扩散，所以只能向过去传送，而因果关系的法则保证了过去的行为不能影响现在。就像我曾经无数次尝试过去阻止那场大火一样，我报警打晕过犯罪分子，告诉市长，甚至去自己的房间告诉自己别去参加会议。但时间可不管这些，无论做了什么，一旦到达那个决定性时刻，那场大火总是会燃起。这让我明白了时间旅行要遵从的一些原理： 1. 旅行只能前往过去； 2. 传送对象要回到精确的出发时间和地点； 3. 把过去的对象传送回现在是不可能的； 4. 过去的行为不能改变现在。就像我的论文一样，终究无法发表。曾经我为了使论文和发明让人信服，我被传送到更远的历史中去获得时间旅行的证据。我拍摄了1853年一个旅行者前往太平洋的足迹，还去拍摄了1906年的旧金山大地震，准备在演讲时放映这些影像资料，甚至还罗列了一些听众预期的问题，并写出了答案。但后来才发现，这些问题终将石沉大海。问：当一个被传送的对象进入过去，一定数量的物质将在现在消失，这是否违背了守恒定律？答：因为回来也是出发时的准确时间，现在的质量仍然是不变的。问：如何解释到达过去时传送对象的出现使过去的能量增加了？答：并没有违背。传送对象所需的能量来自狄拉克海，当对象回来时，能量仍回到狄拉克海。问：那么在过去所用的时间就不受海森堡的测不准原理的限制了？答：是的，但因为我们是从无穷多粒子中借用了极小的能量，所以花在过去的时间可以是任意的多。唯一的限制是，你离开过去的时间必须是在你从现在出发的时间之前。而这一切如今都已无济于事。我一次次回到火灾现场，在我设置好机器按下启动键的时候，原本我只剩下30秒的生命，但每次回来再重新启动机器到达1965年和搪塞相聚，都使我消耗一些时间。不断地跨越现在和过去，我在一点点蚕食掉剩下的时间。现在我只有10秒或更少的时间逃离了。我在借来的时间里活着，但我知道何时何地我的债务会到期。你们这些普通人啊，都有改变未来的机会。你可以养育孩子，可以写小说，发明新机器，参加鸡尾酒会。你所做的每件事都在影响未来，但不论我怎么做，我都不能。一切都太晚了，无论是对我还是对未来。我的痕迹已经记录在流动的水波中，没有后果，没有责任。无论我做什么事，
都没有区别，一点儿也没有。总有一天，我要回去面对我的命运。但现在，我活在过去。我想，这是种不错的生活，会逐渐习惯于自己所做的一切对世界毫无影响。我到过别人没去过的地方，看过活着的人从没见过的景象。当然，我已经放弃了物理学。我发现，怎么也改变不了那个命中注定的夜晚。也许一些人会继续得到知识带来的快乐，但对于我，辉煌已经过去了。对我而言，这也有所补偿。无论何时我回到旅馆，一切都不会有变化，除了我增加的记忆。每次我回来，我就要用掉一点时间，终有一天我会没时间离开的。唐瑟，他将永远不死，我不会让他死的。每到他临死的那天，我就回到1965年，去那个美妙的日子。那时他不认识我，他永远不认识我。我们会相遇，然后成为知己。我会在这借来的时间里逗留，用我所有的时间。